数字5的人友情万岁，看东万场地归界会感动哦，因为一样相信朋友之间只要情义相挺就能胜过一切，只是每件事都有代价。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如果你是5号人，或是生日主题数等于5的人，意味着打从心底很渴望无边界的宽广世界，每天都想着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去冒险，但不一定会说出来，因为大人会说不行。但5会因此放弃吗？当然不会，要等大人忘记。只要双脚到得了的地方都想去，看到大人在忙就是偷溜出去的好时机啊。遇到危险怎么办？就看着办啊，不会想太多，只要保持微笑，总会有善心人士愿意帮忙自己。长大以后，飞机飞得到的地方都不算远，寻找交换学生机会，或找到远地的工作机会，这种把生活需求安排好，就是懂事的5哦。这么吃得开，人生还有困难吗？当然会有啊，5会吸引到想要绑住、控制自己的人出现，而这样的人第一时间绝不会展现出控制欲。5的灵活、有趣、人脉广，当然一时控制不了，但会用各种方法，希望5可以乖乖留下来。要是手段很新奇，理由很有趣，5就会停留。如果是口口声声说我是为你好才这么说，这下子5本人就会开始施展遁逃绝技，乖乖是放在机器上，不是放在人身上的。人生苦短，要及时行乐，怎么能这样子下去呢？数字5的魔术级惊险逃脱术就会华丽登场了，至少要认真表演个 N 个9年的时间，很咕溜的哦。如果有天5竟然觉得好累，不想冒险了，这通常代表你睡眠不足，需要令人振奋的大餐，或是找损友聊天鬼扯。如果这样还不够力，不妨去看《东京复仇者》，请看没有浓缩的原作，因为场地归结和你一样是生日主题5的玩家，胆子和你一样大，但遇到的挑战和你完全不一样。一样相信朋友之间只要情义相挺就能胜过一切，只是每件事都有代价。这条路他帮你走完了，看完他的故事，你就可以选新的路线去挑战哦。让我们一起从主角身上学聪明吧。数字5意味着宽广没设限的人际关系，大概只要是人，不管是好人、怪人、坏人，一时不能理解，觉得有趣，就想要认识看看。不知不觉玩在一起、混在一起的朋友变超多，这让人想到《东京复仇者》里面果然有5。故事在讲东京不良少年组成大帮派后内斗，主角武道是早就逃离却还是被波及的小咖，看新闻才知道前女友被杀，觉得如果能拯救他，愿意不顾一切去达成，然后机会就发生了。武道回到过去，再次混入帮派，企图改变结局，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拯救场地归界。今天的数字5代表不是主角，但他是重要角色。为何选了不是主角的人来当作案例呢？当然是因为归界算超鲜明的数字5啊，加上故事的人事物、时空背景和环境很贴近现实生活，大家更容易认出5的样子。还记得数字5是从吃喝玩乐到吃喝嫖赌，领域超级宽的吗？当然会包含不良少年咯。人与人互动都是真实的感受，不论好坏，开心、愤怒、友情、义气，是难以证明又深刻真心的感觉，应该就是真实存在的证明。11月3日生日的场地归界1+1+3等于5，主题5，这种真心感让归界和很多立场不同的人都有交集和交流。数字5是不是很厉害呢？3月11的11等于2，有大师数11，说明归界是很重视伙伴的人，特别是能交心相信的。和格斗超强的万次郎，人称无敌的 Mikey， 两人是儿时玩伴。归界珍惜朋友是夸张到曾用肉身保护 Mikey 机车，阻止不良少年破坏，毫不还手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不可思议吧？明明车子坏了可以修，人被打了可能会死
从此龟介在 Mikey 的心中就有着一定的分量。后来 Mikey 和几个人一起创立东京万字会，在重要的创始人之中有几位关键人物，有东万总长 Mikey、 副总长 Doraken， 龟介则是一番队队长，还有关键人物一虎。东万的创立精神其实也是龟介提议的哦。这里先卖个关子，欢迎大家去看他说了什么，是很让人感动又非常重视伙伴的宣言哦。为什么要看原作呢？疫情的隔离远距后，人际关系的互动被减到最少，但还是需要啊。所以拿故事当人生的参考，具体又轻松。毕竟自己的人生永远比故事更难猜，看别人撞墙比自己撞墙好多了，是不是？何况成立帮派当创始人这种机遇太少了，光看故事精彩又刺激，看热闹又何妨？要是某天遇到类似的抉择，才不会一片空白啊！提早想一想，什么是真正的伙伴关系，也不错哦。3月11的3会想用直线完成理想，不打算转弯，而且年纪越小越单纯，这是数字3可爱的地方。龟介在中学1年级时被一虎怂恿去做傻事，因为一虎想让 Mikey 开心，找龟介晚上去偷一台机车当礼物。偷窃时老板突然出现了，龟介发现是 Mikey 的哥哥，还来不及开口，一虎一紧张就出手击中哥哥的后脑，当场就死亡。没想过后果的事通常都难以收拾。数字3单纯有一头热的威力，其实也很危险。没想过代价，要是也没有人适时引导，人也会因为这种境遇而彻底改变。龟介、一虎、Mikey 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样。这个窃盗杀人事件后，一虎被判入少年院2年，龟介则是中学留级1年，没有被判入少年院，是因为一虎袒护他了，所以龟介放不下一虎。当一虎知道自己杀死的人竟是 Mikey 哥哥后，整个大崩溃，开始憎恨 Mikey、龟介和一切，憎恨人生被毁坏。出少年院就加入八流霸罗，并发誓要打倒东京万字会，消灭 Mikey。喵喵大师身边有一群孩子很喜欢这部《东京复仇者》，觉得 Mikey 超可爱。看主角回到过去缴获，觉得有点小混乱外，但也确实理解到逞凶斗狠的代价还不小。看故事还是比说道理好懂多了，是不是？数字5会让本人没有危险意识，凭本能行动。在一虎加入八流后，龟介决定跟进，但立场这种东西不能说变就变，别人也不信。本身是东京万字会的重要成员，这么做 Mikey、一番队副队长千冬还有其他成员，大家会怎么想？八流也怕他是间谍呀。为了证明他真的有离开东万的决心，要求龟介狂揍自己的副队长千冬，找武道来见证千冬被狂揍的事实，并负责传话给 Mikey， 证明龟介背叛东万。被揍的千冬却始终相信龟介一定有苦衷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但是就是信任他。这不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写照吗？ Mikey、龟介、一虎和被打死的哥哥，已经是打劫的命运，谁都不能控制谁，加上每个人都有自由意愿，你甘愿不等于我 OK， 是不是人生好难，无好复杂，头好痛啊。在八流与东万的血之万圣节，一虎想设局杀死 Mikey， 但龟介更想拯救一虎。Mikey 定调为胜过一虎，就把龟介带回东万，但一虎憎恨难平，当天从背后偷袭刺杀龟介。龟介才对千冬武道说，真正的敌人不是一虎，是想趁乱做大收割好处的另一个关键人物。至于武道的拯救是否成功，就请各位自己观赏了。生日主题的作用力保证是威力十足的，因为梦想、热情、体力全都在高动能状态，比林树更有尝试的热情，会忍不住深度探索。就像喜欢刺激尖叫感的人，终于玩到大怒神了，当然要做个3遍才过瘾才够本，不是吗？都来地球了，干脆一口气玩到吐为止咯，完全不怕，加上好奇心没被满足，等于继续玩啊。这可是年轻人限定的任性本钱啊，开心享受吧。是不是好像很清楚又很模糊，对吧？
换个说法，平均寿命81年，灵数是打算慢慢玩81年的，生日主题就是玩27年的期间限定活动咯。这么说是不是秒懂了呢？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咯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咯。